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要介绍的书是千田卓哉所撰写的《与那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》一书。这本书的主题也出现在封面上，明天能够再见的保证并不存在。当我们想象临终的时刻，我们才能理解时间的意义。为了与重要的人告别时能够幸福的离开，我们应该珍惜每个当下的积累。在与重要的人度过的时间中，无论是与父母、子女、朋友、导师，还是与所爱的人，我们需要明确如何珍惜现在这一刻。如果您对未来充满期待，充满幻想，那么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但是很多人都会担忧未来的生活或者老年的生活。担忧未来是不可取的，因为那些担忧未来的人会一直担忧到生命的尽头。担忧10年后的生活的人，会继续担忧10年后再过10年的事情。担忧老年生活的人会在老年生活之后继续担忧。美好的人生是由过去充满美好回忆的每个瞬间构成的。我们每一刻的经历都会成为过去，而下一刻也将成为过去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通过让每一刻变得明亮和有意义，来创造一个充满美好回忆的人生。我们可以将阴暗的过去记忆覆盖掉，就像翻转黑白棋子一样，将痛苦变为幸福的回忆。幸福的回忆可以进一步覆盖更多的幸福。死亡的想象可以让我们理解时间的意义。为了以幸福的方式告别与心爱的人的分别，我们应该珍惜此刻的积累。这些话真正表达了作者的热情和思考。今天我想从书中精选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。这些内容涵盖了我们应该重视的57个方面。当然，这57个方面都是作者的真挚思考。希望您能喜欢今天的话题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：第一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；第二，与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；第三，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。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了解的内容，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部分，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。大家可能一直认为父母会一直陪伴在身边，因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一起，现在也还在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往往会认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，很难想象有一天他们会离开。但是与父母分离的时刻是肯定会到来的。在第一部分中，我想和大家分享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应该意识到并想做的5件事情：1、写一封感谢父母生育您的信； 2、如果我们能够超越亲情关系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将得到改善； 3、倾听童年时的回忆。4、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血缘关系而与他人有着显著的区别。5、父母最开心的事情是看到子女独立自主的生活。现在让我们详细解释每一点。首先是写一封感谢父母生育您的信。对父母来说，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到子女说谢谢你们把我生下来；而对子女来说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到父母说谢谢你们来到这个世界。您是否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的话，或者对自己的父母说过这样的话？只要有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，就能够克服人生中的所有障碍。如果没有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，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功，心灵都无法得到满足。如果你想立即改变人生的话，就写一封信给父母吧，不需要多余的铺垫，只需写下谢谢你们把我生下来并寄出即可。明白了吗？在父母的生日那天写一封表达感谢的信。如果你有这个念头，那就太迟了。等到父母的生日才寄信，这是浪费时间，没有任何保证能够保证您和父母都能活着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拖延，立即写下谢谢你们把我生下来的信吧。第二点，如果我们能够超越亲情关系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将得到改善。如果您只关注恋人关系、朋友关系或者职场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，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所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源自你与父母的关系。如果您在父母关系上存在问题，那么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会出现问题。即使您试图改善周围的人际关系，却逃避改善父母关系，你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那些无法原谅父亲的人，最后会像父亲一样行事。
无法原谅母亲的人会像母亲一样行事。改善父母关系是解决当前人际关系问题的关键。原谅父母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暂时与他们保持距离，阅读一些书籍即可，请不要勉强自己去原谅，因为强迫自己原谅并不会真正原谅。相反，试着变得比父母更成熟，通过阅读吸收各种智慧，独自思考，您终将超越父母。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亲子关系。当您超越父母时，您将真正原谅他们，并改善所有的人际关系。第3点是倾听童年时的回忆。通过向父母询问您童年时的故事，您可以了解真正的自我。父母了解您的细节，他们会告诉您许多您自己不记得的故事。从这些故事中，您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自我。正如谚语所说，3岁定终身。您的本性潜藏在童年时期。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成功的人通常是扮演与他们真实自我相反的角色。这样的人非常多，那些知道自己胆小的人会勇敢地表现自己，知道自己傲慢的人会故意谦虚。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，故意扮演相反的角色更容易成功。因此，为了实现这一点，您应该向父母询问您童年时的样子，了解您的回忆故事。第4点是，兄弟姐妹与其他人的关系在血缘上有着显著的区别。对于父母来说，讲述子女的回忆故事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兄弟姐妹，父母一定会把你们联系起来讲述故事。这些故事应该会给您带来新的发现，超过您听到自己的故事时的感受。正如之前的观点所述，通过过去的故事和兄弟姐妹的故事，您可以更深入、更准确地了解自己。在听兄弟姐妹的故事时，您可能会窥见自己的才能。从兄弟姐妹的故事中，您可能会意识到当前人际关系问题的根源，或者记起自己的角色。此外，通过兄弟姐妹的故事和你们的共同点，您可能会重新发现家族的基因。从父母和兄弟姐妹那里，您可以发现自己无法察觉的构成因素。因此，一定要听听家人的回忆故事，也要让兄弟姐妹听听您的回忆。成年后，您可能只有1年或2年才能见面，但如果有机会见面，一定要进行1对1的对话。通过1对1的沟通，你们可以交换真实的想法。比如，当您能够说出“小时候，我总是嫉妒哥哥姐姐”这样的话时，这就是大成功了。这证明你们都已经成年了。兄弟姐妹是从你们有意识开始一直亲近的存在，你们观察彼此，也了解彼此的优点和缺点。因此，今天你们互相承认的优点是真实的，兄弟姐妹指出的缺点也是真实的。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，当您成年后，一定要倾听兄弟姐妹的故事。第5点，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子女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。所谓独立，就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这听起来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实际上有很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。即使您仔细观察，只有1半的人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。那些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人是被欺骗了。确实有很多人假装自己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，但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实现独立。比如那些依然住在父母家里不支付房租的人，就无法算是独立。如果你还在依赖父母提供的住所，那只是延续了学生时代的打工，而不是真正的独立。但如果他们能看到子女独立并取得成功，他们将真正感到快乐。如果您在公司获得了奖励或者升职了，记得告诉您的父母，这才是真正的独立。另外，人生是精确地安排好的。如果您没有回报父母的恩情，那么这部分恩情将被别人夺走。相反，如果您超额回报了父母的恩情，那么这部分恩情将会回到您身上。没有例外，因果报应是一个非常逻辑的结构。通过回报恩情，您可以轻易判断您周围的人际关系。作为回报的一种方式，我建议您在散步时与父母进行对话。散步时，您可以面对面的交谈，这样会让对话更加积极向上，你也更容易说出那些在面对面时尴尬的话。另外，当您在欣赏同样的风景，看到熟悉的地方时进行对话，你会发现话题永远不会用完，过去的回忆会再次浮现，而这些回忆会永远铭记在心。
与父母一起散步的回忆和重新唤起的歌曲，将在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在与父母的对话中，您将会找到帮助您克服困难的力量。请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，因为它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长久。接下来第二部分，和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。讨厌的人是我们不想和他们在一起的人，尽管我们尽可能的避免，但完全避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。在第二部分中，我想将与讨厌的人相处时应该做的事情简化为3个要点。这3个要点是：1. 把原因归咎于自己； 2. 以礼貌的态度对待讨厌的人； 3. 包容讨厌的人。让我们详细看看每个要点。第一点是将原因归咎于自己。您可能会问如何与讨厌的人相处。在问自己如何与讨厌的人相处之前，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否对别人来说是讨厌的人。您在讨厌的人面前的表现，就是您对别人来说的形象。比如，当您在拥挤的电车上感到烦躁时，与您同样烦躁的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。您可能会认为电车上的人没有遵守礼仪，但实际上是您自己的行为没有遵守礼仪。同样，如果您在繁华的街道模仿恶霸的行为，那么与那些穿着类似的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非常高。这并不是因为繁华的街道都是坏人，而是因为您自己的品德不好。无论是在家附近、工作场所还是旅行中，那些容易遇到讨厌的人，并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您自己成为了讨厌的人。当您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讨厌的人时，您的生活会瞬间改变。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，然后开始行动。很多人都在为与讨厌的人相处而烦恼。无论与任何人相处，重要的是不要把原因归咎于别人，而是归咎于自己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对别人来说是讨厌的人。您是否抱怨着那个人的某些方面，无法忍受那个孩子的某些行为？那些抱怨着的人是否也被周围的人评价为讨厌的人？如果你无法原谅讨厌的人，那么您需要了解讨厌的人的本质。请花点时间思考讨厌的人的本质是什么。作者指出，讨厌的人是那些长期受欺凌的人，他们与别人相处的态度反映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累积。他们对那些欺负他们的人没有能力进行直接报复，因此他们会间接地对那些对他们表示友好的人进行间接报复。这就是讨厌的人的本质。当您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您是否会觉得讨厌的人非常可怜、非常脆弱？您是否意识到讨厌的人在与过去的创伤做斗争时是如此拼命挣扎？他们并不是想对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只是在拼命挣扎而已。第二点是以礼貌的态度对待讨厌的人。当您遇到讨厌的人时，您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回避？从今天开始，如果遇到讨厌的人，首先要打招呼。如果您能主动向讨厌的人打招呼，无论您走到哪里，您都能生存下去。然而，只有10个人中的1个成年人能够主动打招呼。成年人打招呼的最低标准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对任何人都要100%主动发出问候。如果对方向您打招呼，您应该反省自己。如果对方向您打招呼，您不回应的话，您就不如幼儿园的水平。然而，在日本，这种幼儿园水平的成年人很多。首先，您要学会成年人的问候。如果您能向讨厌的人打招呼，您就已经进入了前1%。此外，要保持问候的明亮和热情。站在讨厌的人一边，以积极而礼貌的态度对待他们。如果你以讨厌的态度回应讨厌的人，您就会变成讨厌的人。冷静地思考一下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。在周围人的眼中，你会显得讨厌。世界上反转现象的例子很多，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经常会互换，而且狡猾的人擅长扮演受害者的角色。所以要小心对待讨厌的人，要坚定而礼貌，这是最好的复仇。当讨厌的人感到困惑时，您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变得狼狈不堪，这是最好的笑料。如果他们对您不悦，您用最灿烂的笑容回应。让我们享受讨厌的人因为计划中的恶作剧而感到困惑的表情。当他们愠怒时，您用最灿烂的笑容回应。如果遇到无理的对待，您要以极其礼貌的态度来应对。
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即使是讨厌的人也会反省自己。你会意识到自己对待不同层次的人时的失礼，意识到自己以傲慢的态度行事时的可耻，这会给您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。当然，仍然有些人可能无法自我意识到这一点，这些人会在某个地方被某个人大声呵斥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您对待每个人都保持礼貌就可以了。第3点是包容讨厌的人。很多人遇到讨厌的人时会发生争吵，即使到了30或40岁，如果您一直在争吵中，您的人生将在同一个阶段结束，无法进一步发展。讨厌的人会不断招引其他讨厌的人，这将导致无尽的战斗，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度也会逐渐下降。所以，为什么不试着这样思考呢？与其与讨厌的人争吵，不如将他们包容起来，拥有像父母一样宽容的心，将对方的行为全部包容起来。这意味着要站在比对方更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。这不是指天花板的高度，而是从云端俯视的形象。这样做，你会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。你会反省，在这样的小事上争吵是多么不值得以更大的尺度来思考问题，原谅对方。这样一来，您就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此外，让我们也关注讨厌的人的好的一面。即使是讨厌的人，也有人爱他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没有被任何人爱过。您觉得讨厌的人是令人讨厌的，是因为您只看到了他们讨厌的一面，而且你也是对某些人来说讨厌的人。当您看到讨厌的人的好的一面时，你会意识到他们其实是个好人。所以，不要想着如果他们消失就好了。让我们记住这一点。首先，不要放弃与那些您认为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机会，尽管您对他们的感觉仍然是讨厌。要意识到，您对讨厌的人的感觉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存在，只是您对他们的态度不同。请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态，并不要放弃与他们相处的机会。接下来第3部分，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太长了。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成人，作为父母应该正确的审视自己，是否有时打着为孩子好的愿景，逼迫孩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。不要将学历或者自己的童年经历等作为理由来强迫孩子做某些事情。不要过于贪婪，不要重复自己曾经讨厌的事情。考虑到孩子的未来，我们常常会让孩子做自己曾经做不到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让孩子做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，那么他们本应该发挥的能力就会被封闭起来。学习是必要的，它肯定对未来有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给予过多的期望和压力，会怎么样呢？童年时期的挫折是痛苦的，重复这些挫折会更加痛苦。不仅仅是学习，我们也要注意，不要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学习，不要告诉他们，如果你想让孩子学习，首先您就应该学习。人类天生会对被强迫做的事情会产生反抗心理。孩子会模仿父母快乐地做自己也感兴趣的事情。如果父母快乐地阅读，孩子也会阅读。如果父母在家懒散，孩子也会懒散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学习，那么父母应该先学习。以下就是对孩子应该做的3点：1. 正确的给予爱； 2. 教会正确的问候； 3. 正确的审视自己。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，如果用因为是孩子或因为是父母这样的话语，那就是道德绑架。即使是您自己的孩子，也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予以尊重。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在与孩子交流时，我们应该选择适当的言辞，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与他们进行沟通。这种尊重和平等的交流是建立健康亲子关系的基础。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决策，并给予他们适当的自主权。这样的交流方式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，也有助于建立亲密而健康的家庭关系。希望这期的内容对您的生活会有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
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